被净身出户那天，我的总裁老婆冷若冰把一张黑卡丢在我脸上，里面有500万，带着你的种，滚！我刚穿越过来，人还有点懵，旁边的儿子沈星却一把抢过卡塞回他手里。我爸说了，分手要体面，赡养费就不必了。就在我懵逼之际，爸爸，儿子转头抱住我的大腿。我早就在幼儿园物色好3个漂亮阿姨了，她们又温柔又会讲故事，比这个冰块脸好多了。我抱着儿子，笑得前所未有的开怀。这一幕追妻火葬场烧的好像不是我，抱着儿子走出了那栋压抑的别墅，外面的空气里都是自由的味道。爸，咱们终于出来了。是啊，出来了。原主的记忆乱七八糟，酗酒、赌博，一事无成。唯一做对的事就是生了这个儿子。可现在我俩身上加起来，现金只有321.5块，这就是冷若冰给的体面。我们在老城区租了个小单间，墙皮泛黄，但窗户很大，阳光能照下来。沈星没有一丝豪门小少爷的娇气，反而兴奋地在小床上打滚。爸爸，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以后没人管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我心头一酸。对，以后爸爸说了算。当了3年赘婿，原主活得像条狗，最后被一脚踹开。可我不是他，我是前世掌管着米其林3星后厨的沈浪。对我而言，这个世界的美食水平简直是小学生级别。我看着窗外，楼下就是一片人来人往的小广场。一个念头冒了出来，摆摊儿。儿子，想不想天天吃好吃的？沈星眼睛一亮，立刻爬了起来。那我们去卖好吃的，把别的小朋友都馋苦。好，我们赚好多好多钱，然后给爸爸娶一个全世界最温柔最漂亮的姐姐当老婆。童言无忌，却让我笑了出来。我决定先从最简单也最考验功力的叉烧饭开始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黯然销魂饭。第一天出摊，我把所有家当都投了进去，买了辆2手3轮车和简单的厨具，地点就选在附近的一栋写字楼下。社畜的深夜最需要一碗热饭来慰藉。夜幕降临，我把3轮车停好，点亮了那盏昏黄的小灯，叉烧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蜜汁的甜香混着肉香，瞬间飘散开来。而在那栋冰冷的别墅里，冷若冰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她看着监控里我们离开的背影，助理在一旁低声汇报。冷总，他们今天租了城中村的房子。冷若冰端着红酒杯，唇角勾起一抹嘲弄。她笃定不出3天，那个没用的男人就会带着孩子回来跪地求饶。开摊半小时，无人问津，社畜们行色匆匆，对这个摊位投来一瞥，又继续赶路。我倒不急，专心控制着火候。沈星比我还沉得住气，搬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，2条小短腿晃啊晃。终于，一个扎着丸子头、满脸疲惫的女孩停下了脚步，她被香味勾住了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黯然销魂饭1份30。女孩犹豫了一下，30块1份的蛋炒饭有点贵，我直接装了半碗递过去。女孩接过，小心翼翼地扒了一口，下一秒，她眼睛瞪得溜圆，米饭粒粒分明，裹着金黄的蛋液，叉烧肥瘦相间，甜咸的酱汁在舌尖炸开。她咀嚼的动作都停了，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沈星立刻从板凳上跳下来，跑到女孩身边，扬起小脸：“姐姐，我爸爸做的饭是不是宇宙第一好吃？”女孩回过神，重重点：“太好吃了！你要是天天来，我就天天给你一个爱的抱抱哦。”女孩瞬间被萌化了，掏出手机就是一顿狂拍。不行，我必须发朋友圈。这什么神仙小吃摊？她当场买了2份，1份自己吃，1份打包。临走前，沈星果然张开双臂，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姐姐再见。有了第1个顾客，就有第2个、第3个。香味和女孩的朋友圈成了最好的广告。很快，我的小摊前就排起了队。沈星彻底放飞自我，成了我的公关经理。他制定了一条离谱的规矩：只给漂亮姐姐抱抱，叔叔们只准买饭，不准碰我。一个长相粗犷的大哥不信邪，想逗他：小朋友，叔叔多买1份，给叔叔也抱一个呗。不行，你长得太着急了，会吓到我的。人群哄堂大笑，那大哥也摸着鼻子笑了。队伍越来越长，一半为了吃饭，一半为了围观这个社交恐怖分子的精彩表演。没多久，一个举着自拍杆的网红挤了过来。据说老板超帅，儿子超猛的蛋炒饭。话没说完，沈星就指着他：“阿姨，你美颜开太大了，本人没有照片好看。”网红的脸绿了。直播间弹幕瞬间爆炸，网红也是个聪明人，立刻将计就计，把镜头对准了沈星。宝宝，那你觉得直播间的姐姐们漂亮吗？漂亮！我爸爸单身可撩，在线招募新老婆，要求漂亮、温柔、会做饭。
像我前妈那样的冰块脸第一个 pass。直播间彻底疯了，5岁萌娃帮爹在线征婚的话题以火箭般的速度冲上了同城热搜。我看着在美女堆里如鱼得水、金句频出的儿子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这小子真是个人才。一天下来，营业额破了4000。我收摊后带他去买了最爱的毛绒玩具，他没拆封，宝贝似的抱在胸前，我以为他要自己留着，结果第二天那个丸子头女孩又来了，她成了我们的头号粉丝。沈星神秘兮兮的把她拉到一边，把那玩偶塞到她手里。温雅姐姐，这个送给你，你昨天是第一个买我爸爸饭的。女孩叫温雅，是个护士，她受宠若惊，连连摆手。沈星却板着小脸。我爸说了，要知恩图报，你收下，以后要天天来哦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暖暖的。这小子比我还会做人，热搜的威力是巨大的。第二天，我的小摊直接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而冷若冰也终于坐不住了。他的助理拿着平板，战战兢兢地向他汇报：冷总，沈先生和小少爷他们好像在网上火了，据说沈先生的摊位生意非常好，一点也不落魄。冷若冰划着屏幕，看到沈浪被一群年轻女孩包围，看到沈星在别人怀里笑得灿烂，他捏紧了手机。落魄，这叫落魄，这分明是逍遥快活。他以为他们会哭着回来求他，没想到他们转头就开启了新生活，还敢在网上公开给他找下家，一股无名火直冲头顶。他抓起车钥匙，备车。黑色的迈巴赫停在油腻的小吃街街角，像一头误入贫民窟的猛兽。冷若冰一身高定西装，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下车，他强大的气场让周围瞬间安静下来。他想象过无数种重逢的画面，沈浪看到他会震惊，会慌乱，会卑微，然而什么都没有。我只是从颠勺的间隙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忙碌，仿佛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。这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让冷若冰的脸色瞬间铁青，他不能接受，他才是掌控一切的人。沈星倒是第一时间发现了他，他立刻从温雅怀里挣脱出来，像一只护食的小豹子冲到我面前，张开双臂。危险人物，禁止靠近我爸3米之内。冷若冰气到发抖。沈星，过来，我才是你妈。大家快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那个抛夫弃子的坏女人，她看我们生意好，又想来搞破坏了。我爸每天起早贪黑养我，他凭什么还来欺负我们？人群瞬间炸了锅。天哪，前妻长得这么好看，心怎么这么狠？开豪车了不起啊？有钱就能随便欺负人吗？抛夫弃子！议论声、指责声像无数根针刺向冷若冰。他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？他站在人群中央，像一个被公开处刑的小丑，而我始终没有看他。我只是把一份刚出锅的黯然销魂饭递给温雅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他听见。尝尝，今天特意多加了蜜糖。那温柔的语气是他从未得到过的。冷若冰终于崩溃了，在众人鄙夷的目光和沈浪那似笑非笑的神情中，他几乎是狼狈地逃回了车里。他死死攥着方向盘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冷若冰拨通了一个电话，让他的摊子立刻消失。他绝不允许沈浪这么得意，他更不允许沈星管别的女人叫妈妈。第二天我刚出摊，一队城管就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。接到群众举报，你们这里无证经营，卫生不达标，现在要依法查封。周围的顾客和商贩都愣住了，我却一点不意外，这很符合冷若冰的作风。同志，这是我的营业执照，这是我的健康证，这是食品经营许可证，所有食材都是当天从正规市场采购，票据都在这里。城管队长愣住了，他入行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到证照如此齐全的流动摊贩。周围的老顾客反应过来，立刻围了上来。小沈做生意最干净了。就是我们没吃过的问题，人家父子俩就靠这个吃饭，你们这不是断人家活路吗？温雅也挤了进来，挡在我身前。你们不能这样，凡事要讲证据。沈星一看这阵仗，立刻开启了影帝模式，他一把抱住城管队长的腿。叔叔，你们不要抓我爸爸，要是把我们的饭碗砸了，我就要和我爸去睡天桥去要饭了。我不想当小乞丐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没办法，谁叫我得罪了有钱有势的前妻呢？人家住着大别墅，开着迈巴赫，见不得我们父子俩过一天好日子。一句话直接点燃了所有人的怒火，矛头瞬间对准了城管。原来是官商勾结，欺负老百姓，你们这是给有钱人当狗！我们要拍下来发到网上去，让大家自己人看。城管队长汗都下来了，他只是接了个上面的电话来走个过场，没想到会捅了马蜂窝。这要是真被发到网上，他这身制服都得脱了。误会，大家冷静点。
他一边安抚群众，一边给我使眼色。最后，他只能带着队伍灰溜溜的走了。远处的迈巴赫里，冷若冰通过望远镜看到这滑稽的一幕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权力和金钱，在这些市井小民面前竟然如此无力。这件事很快就被好事者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，标题极具噱头。霸道前妻动用关系打压卖饭前夫，反被热心群众当场打脸。视频里我的冷静、沈星的演技、群众的仗义和城管的狼狈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那个被抛弃的痴情男人人设意外的立住了，小摊的生意比以前更火爆了。许多人专程从别的区赶来，不是为了吃饭，就是为了支持我，顺便骂一骂那个蛇蝎心肠的前妻。冷若冰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接连2次的挫败让冷若冰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他开始反思，为什么那个曾经烂泥扶不上墙的男人离开他之后仿佛脱胎换骨。他让助理去查沈浪被赶出家门后的一切，银行流水、社交记录、消费习惯。调查结果让他震惊，以前的沈浪银行卡里的钱不是进了酒吧就是进了赌场，而现在的沈浪每一笔开销都清清楚楚，除了买菜买厨具就是给沈星买玩具和零食。他戒了酒戒了赌，像变了一个人。冷若冰想不通，他带着满腹的疑惑回了趟老宅。冷家的老爷子也就是沈星的太老爷一直很疼爱这个宠外孙。饭桌上，老爷子看着心事重重的孙女叹了口气，若冰啊，你和小浪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冷若冰捏着筷子没有说话。老爷子让管家拿来一个文件袋，你看看这个吧。冷若冰打开，里面是一份详细的调查资料和几张高清照片。照片上是沈浪和一个妖艳女人在酒店门口拉拉扯扯，就是这张照片。当时他看到照片怒不可遏，根本不听沈浪任何解释，直接把他判了死刑。而调查资料清楚地显示，成了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张照片是他的商业死对头赵天宇用 AI 技术合成的，那个女人是赵天宇派来的。沈浪从头到尾都是被陷害的。冷若冰拿着那几张照片，手抖得厉害，原来是他错了，是他亲手把自己的丈夫推开，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。他想起儿子沈星，以前看到沈浪就躲，像老鼠见了猫，可现在他却像个小卫士一样保护着他。铺天盖地的愧疚感第一次将他淹没，他想弥补，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习惯了用钱解决问题，于是他匿名订购了一台价值6位数的顶级移动餐车，直接送到了我摆摊的地方。餐车功能齐全，崭新亮眼，和我那辆破3轮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送货员说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送的。我转身在我们的顾客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今天搞个抽奖活动，奖品全新豪华餐车1辆。抽奖规则凭今天的消费小票参与。群里瞬间就炸了，我把餐车转手就当福利送了出去，并且还附带了一条留言：无功不受禄，特别是来路不明的东西，用着不踏实。另一边，冷若冰的助理把群里的消息截图给他看，他看着沈浪那句来路不明的东西，感觉胸口又被狠狠扎了一刀。他这才悲哀地发现自己对沈浪一无所知。那辆豪华餐车最终被温雅抽中了，他当然不可能要。最后我们商量着把车折价卖了，钱捐给了一家孤儿院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和温雅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她下班后经常会来我的摊位帮忙。她不像冷若冰那样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她会帮我洗菜，会给排队的客人倒水，还会做清爽可口的柠檬茶。沈星彻底被她收服了，她不再叫她温雅姐姐，而是改口叫温雅妈妈。这天冷若冰又来了，这一次她脱下了高定的西装，换上了一身普通的休闲装。她排在队伍的最后，像一个普通的顾客。轮到她时，她低下头，声音有些不自然：一份黯然销魂饭。我正准备给她装饭，沈星却拉着温雅的手，一溜烟跑到我面前。爸爸，你看，温雅妈妈今天又来帮我们啦！温雅妈做的柠檬水是全世界最好喝的。温雅妈妈4个字让冷若冰的身体僵住了，温雅的脸瞬间红透，想解释。小宝别乱叫。沈星却抱着她的大腿不放，还挑衅似的看了一眼冷若冰。我不管，你就是温雅妈妈，你比某个只会喝冰水、自己儿子生病了都不知道的人好10000倍。红颜无忌，却字字诛心。冷若冰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我没有理会他们之间的暗流涌动，只是笑着摸了摸沈星的头，然后自然地从温雅手里接过一杯柠檬水。我的眼神温柔，语气亲昵，这一切都被冷若冰看在眼里。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3个人，那画面其乐融融，像极了真正的一家3口，而他才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外人。一股酸涩的愤怒情绪在他胸口剧烈翻涌，是嫉妒。他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。买饭的念头烟消云散，他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。回到那栋空旷的别墅，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，听声第一次，他取消了当晚所有会议，一个人在黑暗里哭诉了一整夜。他不明白，明明他才是沈星的母亲，为什么他却要管别人叫妈妈？他更不明白，为什么看着沈浪对别的女人笑，他的心会那么痛。冷若冰决定亲自下场，
他上网搜索了整整1夜的如何追回前任100招。第1招送花，一辆货车停在小吃街路口，几个花店员工搬下来999朵娇艳的红玫瑰，直接堆在了我的摊位前，场面壮观，引来无数人围观。卡片上写着沈浪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冷若冰署名高调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我拿起大喇叭对着人群喊：前期送花求复合，本人无福消受。今天所有光顾的美女顾客，1人送1支，人人有份，沾沾喜气。瞬间，女顾客们欢呼着涌上来，把那堆玫瑰瓜分得一干二净。冷若冰在不远处的车里脸都黑了。第2招包场，他派助理过来，甩出一张支票。我们冷总想要包下你今天的小摊，请你单独为他做一顿饭。我的饭只卖给真心想吃的人，不卖给想用钱砸人的人。想吃就去排队。助理碰了一鼻子灰，悻悻而归。第3招，制造偶遇。他开始每天穿着不合时宜的高定套装和高跟鞋出现在我的小摊前。他想帮忙，以此拉近关系。结果不是打翻了我的秘制酱油，就是穿着高跟鞋在油腻的地面上差点滑倒，需要我伸手去扶。沈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麻烦精，他甚至还手绘了一份麻烦精观察日记，用胶带贴在我的3轮车上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：星期1，麻烦精打翻了酱油，爸爸的脸黑了。星期2，麻烦精差点摔倒，被爸爸扶了一下，他脸红了，好笨。星期3，麻烦精想切洋葱，被熏哭了，比我还爱哭。这本日记成了小吃街最新的笑点，大家每天来吃饭都要先去围观一下日记更新了没。冷若冰的脸皮厚度在一次次的公开出现中得到了飞速的提升。他还想讨好沈星，他买来最新款的乐高，最贵的遥控赛车。沈星收到后，当着他的面转手就送给了邻居家的小孩。这种没技术含量的玩具，我3岁就不玩了。他想给沈星讲睡前故事，试图找回一点做母亲的感觉。结果他坐在沈星床边，拿起故事书张口念的却是：本公司第3季度财报显示，同比增长15%。沈星听得昏昏欲睡，最后抱着温雅送他的小熊玩偶，直接睡着了。我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，为了我们父子俩笨拙地做着一件又一件蠢事，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只有一种荒诞的好笑。这天晚上，他又在笨手笨脚的切菜，大概是高跟鞋站久了，他一个踉跄，手里的菜刀没拿稳，直直地朝自己的手指剁去。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扑过去抓住了他的手腕，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他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这是我们离婚后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肢体接触，我能闻到他身上清冷的香水味和一丝不易查通的油烟味，气氛有那么一瞬间的凝滞。我们的关系因为那次意外的接触有了一丝微妙的缓和。冷若冰不再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他只是默默的每天来我的小摊帮忙，做一些力所能及不会添乱的事情，比如给客人打包或者擦擦桌子。虽然还是笨手笨脚，但至少没再出什么大乱子。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下去，直到赵天宇的出现，他不知从哪听说了冷若冰在追一个摆摊的，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一个被他玩弄于股掌的废物，一个被冷若冰像垃圾一样丢掉的男人，凭什么还能得到他的青睐？他极度的发狂，他决定要彻底毁了我。这天，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来到我的摊位，点了一份饭。他刚吃2口，就嗷的一声跳了起来，把碗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他指着地上的饭菜大吼：我操，你这饭里有蟑螂！一片狼藉中，果然有一只黑色的死蟑螂，周围的食客瞬间一片哗然。男人不依不饶，掏出手机对着我就是一通拍。黑心商家，我要曝光你！大家快看啊，网红店的饭里吃出蟑螂了！视频很快就被传到了网上，舆论瞬间反转。昨天还被全网同情的痴情男人，一夜之间就成了肮脏恶心的黑心商贩。卫生部门的电话被打爆了，很快我的摊位就被贴上了封条，勒令停业整顿。面对这一切，我异常冷静。我知道这是赵天宇出手了。看着那张白色的封条，沈星第一次哭了。他不是因为生意做不成了，他抱着我的腿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爸爸，他们是坏人，你的饭最干净了。爸爸，我们是不是又要去要饭了？我把他抱起来，擦掉他的眼泪，眼神冰冷。不会的，爸爸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们。温雅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她什么都没问，只是坚定地说：沈浪，我信你。而另一边，冷若冰看到新闻，几乎是瞬间就判断出这是赵天宇的手笔，一股滔天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。欺负他，他可以忍，但欺负他的人，他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他直接拨通了赵天宇的电话。是你做的？电话那头的赵天宇笑得无比嚣张。是啊，冷总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就是想让你看看你放在心上的是个什么货色，一个我随随便便就能捏死的臭虫而已。冷若冰，我劝你离他远点，否则下一次蟑螂就不一定是在饭里了。冷若冰挂了电话，浑身都在发抖，但他没有去找我解释，也没有去网上辩驳。他回到公司，召集了所有核心高管，下达了一个命令：启动所有备用方案。我要天宇集团
3天之内从这个城市消失。赵天宇以为他赢了，他等着看我身败名裂，等着看冷若冰向他低头。但他算错了2件事：第一，我不是3年前那个任人拿捏的废物；第二，他惹毛了一个真正疯狂的女人。在我的3轮车上，我早就装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针孔摄像头，这是我摆摊第1天就准备好的，防的就是这一手。我把那人从排队点餐到自己悄悄把蟑螂丢进碗里，再到大闹现场的全过程，都清清楚楚地录了下来。我没有报警，我要用最高效的方式打一场舆论翻身仗。我联系了上次那个网红主播，当晚我开了一场真相直播，直播间里我没有卖惨，也没有嘶吼。我先是展示了我堪比5星级酒店后厨标准的备菜环境，所有食材都用保鲜膜封好，分区存放，生熟分开。然后我放出了那段完整的监控录像，铁证如山，栽赃陷害的全过程被几百万网友看了个清清楚楚。直播间的弹幕从质疑到震惊，再到愤怒。我靠，这是明晃晃的栽赃啊！你个王八蛋！太恶心了，这男的必须人肉出来。老板太冤了，支持老板维权。舆论瞬间反转，黯然销魂饭沉冤得雪的话题以比之前更快的速度冲上热搜第1。而就在我开直播的同时，一场针对天宇集团的金融风暴也悄然拉开了序幕。冷若冰动用了冷氏集团所有的资源和人脉，他精准地找到了天宇集团做假账、偷税漏税的证据，直接捅给了监管部门。他联合了几家资本，在股市上疯狂狙击天宇集团的股票，一夜之间，天宇集团股价暴跌，濒临崩盘。第2天一早，税务和经侦的人就封了天宇集团的大门，赵天宇直接被带走调查，他焦头烂额，腹背受敌，根本没空再来管我的事。我的小摊解封了，重新开业那天，来的人比以前多了1倍，很多人都不是来吃饭的，就是专程跑过来对我说一句“老板加油”。我看着重新热闹起来的小摊，心里很清楚，这背后有冷若冰的功劳。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。他坐在街角那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里，远远地看着我，看着我自信的笑脸，看着重新排起的长队。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名为并肩作战的奇妙滋味。沈星叉着腰站在小板凳上，像个得胜的将军，对着顾客们得意地宣布：想搞垮我爸，也不看看我妈。我未来的新妈妈们答不答应？人群又是一阵善意的哄笑。赵天宇的事很快就重归平静，冷若冰好像也学聪明了，他不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霸总套路，只是每天默默的来排队买一份饭，有时会帮点小忙，话不多，但眼神不再那么冰冷。我偶尔会和他说2句话。就在我以为关系会慢慢缓和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这天半夜，沈星突然哭醒，他小脸煞白，抱着肚子在床上打滚，上吐下泻。我吓坏了，抱着他就往医院冲。深夜的急诊室人满为患，我挂号排队缴费，抱着滚烫的儿子手忙脚乱。慌乱中，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冷若冰的电话，电话几乎是秒接。喂，小宝生病了，在市医院急诊。我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就只剩下了忙音。不到20分钟，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，冷若冰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她冲到我面前，看着病床上打着点滴、昏昏欲睡的沈星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她想伸手摸摸儿子，手伸到一半又僵住了，整个人都手足无措。怎么会这样？要不要转去最好的私立医院？我去叫全院最好的儿科专家来会诊。他只会用这种方式表达关心。沈星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哼唧着：温雅姐姐。我心里一紧，只好又硬着头皮拨通了温雅的电话。温雅接到电话也很快赶了过来，她一来就熟练地用温水沾湿毛巾，轻轻给沈星擦拭着额头和手心。她握着沈星的小手，柔声给他讲着故事。在她的安抚下，沈星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整个过程，冷若冰就站在一旁，像一个多余的局外人。她看着温雅的细心和熟练，再看看自己的惊慌和无能，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将她笼罩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看到了冷若冰眼中真切的担忧和心疼，也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母亲彻底的失职。她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可伤害也是真实存在的。我的心乱了。温雅因为第2天要上早班，确认小宝情况稳定后就先回去了。急诊室的走廊里只剩下我和冷若冰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安静的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我们就这样站着，谁也没有说话。许久，冷若冰终于开口了：对不起。我没有做声，他转过头不再看我，而是望着走廊尽头那扇漆黑的窗。我从小就是被当成继承人培养的，我不能有喜好，不能有朋友，不能有任何会影响判断的情绪。所有人都告诉我，我必须冷血，必须强大。和你结婚是爷爷的安排，为了稳固公司的股份。从一开始我就带着偏见看你，赵天宇的挑拨只是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。我不知道怎么爱人，更不知道怎么当一个母亲。我把你赶走，以为是清除了一个麻烦，可每天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里，再也听不到小宝磕磕巴巴地叫我一声妈妈，我才发现，我清除掉的是我唯一的家人。
看到你和他在那个小摊上笑得那么开心，看到他那么自然地管别人叫妈妈，我嫉妒得快要疯了。他终于转过头看向我，他的眼睛通红，里面蓄满了泪水，却倔强的不肯让他流下来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属于冷若冰的脆弱。沈浪，我今天不是来求你原谅的，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错了，错得很彻底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，眼前这个女人和我记忆里那个高高在上、刻薄冷漠的冰山总裁渐渐重合又剥离开。我沉默了很久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，抽出一张递到她面前，擦擦吧，别让儿子明天看到你这副样子，他会以为你又被洋葱熏哭了。他愣住了，接过纸巾低下了头，一滴滚烫的泪落在我的手背上。沈星第二天醒来，看到守在床边顶着同款黑眼圈的我和冷若冰，眨了眨大眼睛。爸爸，麻烦金，你们怎么都在？冷若冰的脸难得的红了。出院的时候，他很自然的想去牵沈星的手，沈星却下意识的一躲藏到了我的身后，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他。冷若冰的手尴尬的停在半空中，我蹲下身，看着儿子认真的对他说：儿子，爸爸决定给这位冷女士一个机会。沈星歪着头，一脸不解。从今天起，她就是我们的见习妈妈，需要通过考核才能转正，考核官就是你。冷若冰愣住了，随即他眼中迸发出一阵夺目的光彩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我接受考核。沈星抱着胳膊，煞有介事地打量了冷若冰一番。我现在给你布置第一个考核任务，今天回家给我做一顿饭，要求是可以不好吃，但绝对不能难吃，做得到吗？冷若冰的脸上闪过一丝为难，但他还是郑重地立正站好，像个接受军令的士兵。保证完成任务。看着这一大一小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我转头看着冷若冰，我的考核标准只有一个，你什么时候能学会，不是因为洋葱也能孝顺。冷若冰看着我，又看看一脸严肃的沈星，在清晨温暖的阳光里，他那座冰封已久的火山似乎终于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。他紧绷的嘴角，笨拙的却是发自内心的微微向上扬起了深色的弧度。那不是一个完美的微笑，却比他以往任何一次表情都要生动。我知道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